人都会问，如果像少龙真的穿越回去，他能改变秦始皇吗？一个19岁就完成统一大业的皇帝，到底是天才暴君，还是被后人误解的悲剧？今天我们就从戏剧回到真实历史，重新认识那位改变中华2000年轨迹的男人秦始皇。《寻秦记》里的秦始皇带住理想的少年君主，受到穿越者启发，拥有现代化改革的影子。而真正的嬴政，没有穿越者教他，没有人帮他看穿历史，他能成功，是因为站在前人铺好的道路上，并在最残酷的局势中做出了最精准的选择。所以，我们要从嬴政被生下的那一刻开始讲起。嬴政诞生于赵国邯郸，他既是秦国太子，也是赵国的人质。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2个特质：永远不信任敌人，凡事靠自己。有人说嬴政性情冷酷，就是因为从小就在敌国看着秦赵互杀，他越发冷静，越懂忍耐，也越懂得只要我强大，世界就闭嘴。回到秦国后，嬴政面临的不是荣耀，而是混乱。权臣嫪毐叛乱，母后与外戚干政，相国吕不韦权力过大。19岁的嬴政做了3件震撼历史的事：一、平定教矮之乱，扫除外戚；二、逼退吕不韦，禁止相国架空皇权，收回军政时全自己当家。从此他不是傀儡王，而是真正掌权的秦王。很多人误会秦始皇是魔术师，一夜统一6国，其实根基在商鞅变法，生产力提升，土地私有，户籍制度，军事制度，编户齐民即可当兵，奖励战功，打仗真的能翻身。法律执行，无论贵族和平民一律量刑。6国仍停留在贵族政治，只有秦国率先进入国家 vs 个人的新世界。嬴政登基时，棋盘早已布局好，他要做的是下最后一套杀棋。灭国顺序不是随便抓，韩赵魏楚燕齐，原因是兵力、地势、粮道、国力评估后的必然结果。韩最弱，打掉当缓冲；赵战力强，必须先解决。魏缺战略，资源可快速使用。楚服袁大罪，难吃需要拖。燕远斩草除根，避免被刺；其自毙，最后包围即可。这不是血腥征服，而是地缘政治加战略运筹。秦始皇创造的制度是中国2000年的模板，郡县制国家治理基础，度量衡，统一物流，商业革命，法律成文，国家治理可复制，修路、驿站、交通网络，或必让国家经济一体化，长城体系防守北方，阿房宫、陵墓、兵马俑，政治相址加国家工程能力展示。在秦之前叫诸侯世界，在秦之后叫中国。焚书并不是烧掉所有书，主要烧诸侯旧史，反秦政治说法，保留法家、技术书、易学农业。坑儒不是杀读书人，而是诛杀反叛的方式与术士。后世儒家黑他，是因为秦王后刘邦与儒生合作洗了秦的名声。晚年的秦始皇渴望永生，不是迷信，而是政治恐惧。万一我死了，这局面会崩。国家刚完成统一，维稳比建国难。于是5次东巡，视察道路，确认政令执行，镇压地方贵族，寻找严命方法。但就在沙丘，一代帝王病倒，最终结果大家知道：赵高篡改诏书，胡亥上位，李斯被逼死，二世暴政，陈胜起义，15年，帝国灭亡。同样的制度，在秦国用出了恐怖效率，在汉朝却成魏中华文明的支柱。这证明了，只
制度没有错，执行决定效果。秦始皇不是戏剧里的热血少年，也不是史书里的十恶不赦暴君，他是一个活在最残酷时代，承接100年改革成果，用铁血统一中原，建立国家形态的人。没有秦始皇，就没有中国历史的后章。批评他容易，做到他的位置难如登天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